点 supercharge 的声音。高转的时候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。看我一下，我身后面有一个大家有在敲碗的车，它就是来自 GAC 的 GS3，我们叫 M Zoom 哦。之前我在槟城啊，我就去见了我的朋友，他就出了一辆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哦，原来这个车是这样的，因为 GAC 没有找我。在我隔壁呢，有一位来自 GAC 的 SA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Ben 啊，如果你们记得他的话呢，之前借我他的 CD 改了 manual 的 GM2， 然后现在没有了啊，卖了啊，换了 Civic 了咯。就看到他在比那个 review， 快点 comment 给他试看。我不要试咯。看了这个影片的话，可能你们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可以找我或者找他。当然是找我的话，有口鼻钱喝一下了哦，对吧？对对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它有分为3个规格嘛，在我身后面这个是 Premium R， 它的价格现在卖多少钱呢105,300啊，本来卖这126的，现在扣21,500，不到110千，你拿来 fight 什么的 X50 啦，然后再 fight 这个 Omoda 5啦，而且它4个缸，然后它又有 Valvetronic， 在 One Speed DCT response 不错的。坦白说，我真的是没有驾过 GAC 的车哦。目前为止，它是卖的最便宜的哦，这辆车。迟一点都是卖那个 M8， 是 MPV 来的啊，对，带 M8 啊，还是 Hypertech 啊，它就没有带那个引爆进来咯。希望会有啦。这个是 GS3 的钥匙，它带了一个套，设计感蛮不错，蛮好看的。锁门跟解锁，这里打开车尾箱，还有一个 Remote Start， 呀。反应也很好哦，直接按了就 start， 日行灯都会亮起，引擎的声音也没有很大声。可是哦，现在开的 WAF 是吧？它记着的那个 WAF 的哦。哎呀，有 exhaust 声，这辆车自带 Valvetronic 省钱是吧？换刀背，半背可以了。现在 start 这了是不能用这个钥匙开的啦。OK， 你可以用这里的电池阀。OK， 它有电动尾门哦，还有备胎，这个备胎就不是 full size 的了。行李箱空间是341厘的，椅背可以坐6次倾倒，可以高达1271厘的后排空间。这里就有一个按钮。这辆车总共有3个规格了，有 Standard、Exclusive、Premium R 的3个规格。最低配的卖着不到90千的价钱，那最高配呢现在卖着不到110千的价钱，它是降价了很多。我也知道买过的车主的话，他的心里一定是不好受啊，因为之前买126,800，我明白。我们来讲一下 Premium R 呢，总共多了什么呢？天窗、Power Seat、Power Boot， 还有 Auto Parking、Body Kit 哦 ，Exhaust 哦 ，Valvetronic 才 Premium R 才有啊，Premium R 才有，然后还有 Airbag 少2粒哦。外观上面 Premium R 肯定有 R Style 的运动套件啊，还有 R Style 的这个 Valvetronic 排气管、自动头灯、自动雨刷、电动折叠、加热侧镜、全景天窗、电动尾门。内饰方面呢，就比 Exclusive 呢多了6项的电动座椅，后排的中央扶手 Exclusive 和 Premium R 才是皮革的方向盘哦，多色气氛灯、无线手机充电、6个喇叭。安全配备呢，比 Exclusive 多了这个侧边的安全气囊、陡坡缓降、远光补助灯，还有 Auto Parking。当然 ADS 的安全系统呢也不少。前后的轮胎用的尺寸是225/55R18，原厂的轮胎配搭着 Continental 的 UC6 SUV， 这个是 SUV 嘛，肯定车身高度大概4根手指。前面配搭这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还有一个尾翼，尾翼中间还有一个刹车灯。哎呦，这辆车呢还有一个 Walk Away Lock。哎呀，我站在后面几秒钟，对。当你解锁了之后呢，4个门把就会出来。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钥匙孔哦，这是给你用。里面有一个 spare key 的，我剩下大概3根手指，中间这边都是平的，完全平嘞 ，bro， 没有凸一点点起来哦，全平的，很少看到了。然后我的头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，蛮宽敞的哈，坐在里面让我想起了 Proton X50，也是这样的空间，也是这样的舒适感。椅垫发泡面是挺软的，很像日系车这样，腰部支撑也是不错哦，倾斜角度是 OK， 没有让你坐到很直很直，像别人那种。Premium R 肯定是有这个手扶。
啊，如果是买 standard 就没有。只要我的手动到的地方呢，都是皮革啦，你可以摸得到。虽然它不是说什么Nappa来的，但是它摸下去至少还是挺舒服的。前面这里就是软质塑胶，后面这边也是硬质塑胶，这个跟 Proton X5是一样的，在这个价位里面呢是很常见的啦。手把肯定是塑料，镀上一层银色的漆，后面有冷气出风口，这边还有一个 USB 接口。Premier R 呢是一个6项的电动座椅，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这样。对，这个是花了没有错啊，给人家 Test Drive 按钮还不错哦，那些 quality，也是一样，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。Premier R 就有这个高音推的 DTS 的音响 ，Start button 在这边，没有踩刹车是白灯，踩了刹车是绿灯。我们来 start 一下。哦，这电子仪表要 exclusive 才有。然后时速在中间，水温跟它的油，这是 view。我们来更换一下它的显示，就这样2个罢了。到了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它的 TBMS 自动跟车，这个是关掉所有的显示啊，油耗啦这样子。有自动头灯，我们来打开头灯，自动雨刷。这个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哦。我可以说这些 button 还好啦啊，在这个价位 Chery 的话的按钮会稍微做的比较高尚一点的感觉，因为按下去有 click click 的这个声音，摸下去的感觉还可以啦。这里就多了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 Valvetronic 的 button， 关掉的话这里就少了那个 logo 的，开的话 logo 就会出来。跟车距离、定速巡航、车道偏离啊，全部都在这边。它的 button 是转的哦，风速，哇，这个温度也是转的哦 ，very good 嘞。长机方面，基本上的操作都是大概是这样。这个什么 Adjust Side Mirror， 哦 ，Side Mirror 也可以在这边做，现在厉害哦。Ambient Light 啊，无线的 Apple CarPlay， 这个是它的驾驶 control 它的ADAS system 在这边呢，看你要不要开它这些东西。然后它的driving mode， 平时你在驾驶的时候你去DL，然后你拉到一次是换它的 mode 咯。拉一次是换它的 Sport Mode 跟 Normal Mode。Sport Mode 这边变红色哦，可惜这辆车就没有换挡拨片哦，这样 Sport 的车也没有的用手动模式，就这样哦，就是这个是小缺点之一啊。我想 complain 它为什么没有，这个就是它的电子手刹，那还有2个置备架。这一块模组其实不错，摸上去是有路纹的，很 M Sport 那种感觉啊。无线充电，这边是空的，这边还有一个洞，这个可能可以帮你放一些手机啊，不能调前后，不能。这种缝线呢，就是要 R Style 才有咯。这个价位也有全景天窗，已经很够力了。哎呀，开到油盖了添，因为它在这边。来自一个1.5公升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输出177 PS， 最大扭力峰值270牛顿米，再配搭这个7速的湿式的变速箱，0到100加速为8秒，最高时速190 km/h， 再把所有动力推至前驱。我也很喜欢它的日行灯，很有它的 style， 原装就有给你那种 lips 啊，还有它的 side skirt 啊。那我们去试驾吧 ，Let's go。我们来锁门啊，你可以听到一个声音，就是它门把开关哦。可是它是有这个声音没有错，但是它不会让你吓到，加关节库的节气啊，它就咚那种声音会让你觉得，我是不是撞到东西啊？会有点误会啦。很 cute 啊，这个挡挂很可爱，像现在新款的 Golf 这样。哎呦，OK 啊，它的双离合的反应的确，它的起步的时候是很快一下的哦。那我再试一下啊，我踩刹车，又很刺哦那个背。这个 Sport Mode 啊。哦 ，Sport Mode 啊。这是 Normal Mode 啊。这个是过后踩一点油。哦，这样 Sport Mode 真的很冲诶 ，Comfort 就很不错哦。哦呀。现在这个 valve 是开着，所以我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一点点它的这个排气声浪啊，不过不会吵。老实说啦，我蛮喜欢它的起步，还有它的这个换挡的速度，不错一下。因为我驾了比较多的中国车啦，比如说 Chery 也好，尤其是 Proton 的是很保护的、很保守的、很舒适的。那这个 Chery 还相当不错，但是换挡那边还可以再提升一点。这个有一点接近那个 Volkswagen 那种感觉，有一点点了。可是缺点就是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我的转速是怎样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电子仪表啊。刹车都很先进啊。
我要踩多少它给多少，我很容易控制，至少我停下来都很顺着。那头段踩下去是蛮灵敏的，我踩一点点它的反应就来，就好像你装了 AB Racing 这样。对，有很像。那种感觉。它毕竟还是一个双离合感觉哦，就是会有那种一下子放开那个离合器那种，会有一点冲出去那种感觉。可是还不错，它不会至于很懒散那种啊，有点踩不去那种感觉。像这个人调教啦，但是比较偏于舒适啊，比较慢的那种啊。可是就 engagement 没有这样好啦，就感觉到有点慢啊。这辆车还学 Honda 哦，一开哦，左边新的还会开那个什么，那个好像类似叫 Honda Lane Watch 这样，现在不见掉了。它开2秒罢了。2秒罢了。所以给你 after 2秒可以看位上。也是不错啊，这样子还有想到我们哦，因为至少有时候开了什么360什么啊，我们看这位一半啊看不到了。它的悬挂呢，就给我想到好像叫 X50这样，真的很相似哎，不会很跳，也不会很软，刚刚好那种感觉，也不会让你会觉得一开始驾久了会晕眩，因为我们习惯硬的车了。啊，如果太软的话，我会觉得我驾到自己都晕掉啊。更何况就是坐在我隔壁，我女朋友都习惯了，她会按电话那些会晕的。OK， 我们进入 Sport 试一下啊。米德就变红色了。踩大油之后，松开油门，它还会帮我 hold 着那个档位 ，OK 吗？你要买车的话，去试车比较好。如果这个价位可能买到 X50啊，可能买到我的5或者这个的话呢，你如果喜欢驾车的话呢，你会比较偏向 X50跟这辆啊。真的，你会比较喜欢那个，因为 Response 第一个和它的那个悬挂，还有它的方向盘的回归，这辆车其实蛮直接一下的哦，方向盘的摆动也没有讲很大。刹车的这个力道也不错。OK，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ACC 跟车嘛。你按这个它就 activate 了啊，然后这个你调它的那个速度啦。像这个暗示它的 lane keep lane keep assist。很直接的那种按钮，很直接哦，不会好像你要猜还是要做什么的。这个就是它跟车距离啦，我们把它调到去第4是最远的哈。然后我们把那个速度调到。这个加，这个是它的straightforward。它可以完全停下来哈，stop and go 塞车的时候好用。叫我抓 steering 啊！我就是好奇为什么他不叫我抓 steering。当然，这个功能不是叫你依赖它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，不是，而是一个辅助啦永远记得它是一个辅助。而且我现在在测试着它的灵敏程度跟它的这个顺不顺畅了。我们去到 Sport 吧，58油门，3、2、1 go。有点 super charge 的声音。高转的时候之前我驾坦克300也是这样的，那声音蛮好听的，我喜欢。我不懂为什么。那种 shake gearbox 这样，我觉得我喜欢。踩完，到 speed 不懂多少这辆车。OK 啦，加速还不错哦，这个车，动力可以哦。最主要就是它的动力整个体现到就是我说的顺哦，而且它这样讲我都觉得比 X50暴力 ，X50比较顺，不是比较顺，就比较我说的有时候它的动力有时候给到不是没有讲很顺，
就是可能你要突然放了油，你要突然加速那刹那，它要想一下那种感觉啊，不是那种随传随到啊。然后这辆车反而给的力是非常顺的话，它的变速箱的换挡都速度也比较快呀，我喜欢它这一点的。再进入 Sport 一下，它是真正的把转速提高一点，大概维持在3000转哦左右咯。这样如果我这里按了 Sport 啊，这样它唱机里面的 Sport 还需要再按吗？不用了。它上机的话，你只是需要换这个门，不然你可以。OK， 这样我明白了。那我在台湾。这个车惊艳到我一下，它给的驾驶体验还蛮不错哦。对啊，这个价位里面，当然你要买我的话也可以找我，我的 X54也是可以找我。这3辆里面啊，你问我哪一个比较好驾？动力我喜欢这辆跟它的换挡。对呀，错一下。最重要就是我要试一下，我过弯的时候，它会不会帮我 hold 着那个档位，帮我维持着。哎呀，它又升档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啊，我不知道我在几号档，它完全没有显示我在几档。反正显示也没有用啊，我们都没有控制。哎呦，试一下。它的声音啊，会让你怀疑，哎，这个是德波还是Supercharge？Of course 啊，它是德波了。这辆车真的有那个名字叫什么？这辆车有6粒喇叭哈，可是 DTS 一点都不差。Every second with you was so special. Back when we didn't fear the unknown, but that was long ago. 可以啦，可以了，这3者。我Modify比较好印象，这个是第2咯，最后一名是 Proton。好了，看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有兴趣找我们 Test Drive 去试驾这个车，真的要试驾一下，你才知道它的变速箱反应。我说的动力大概是怎样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个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